自古以来，人类就非常热衷于在时代的浪潮之中逆行开倒车，因此复古一直是潮流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点在高达当中也不例外。今天咱们就来聊聊003家势力中画风最独特的量产机，高达系列设计最复古的铁疙瘩，来自人格连的钢铁洪流，主打一个力大专飞的 MSG062铁人式。铁人是人格连的量产型 MS， 自 AD2307 年起取代以化石燃料驱动的 MSG04 法统式的主力量产 MS 的地位，至今已服役10多年，以电力驱动。尽管期间经过了多次改良，但整体结构基本没啥变化。且存在少数为精英驾驶员特殊定制的铁人。铁人系列会根据其 MS 类型不同，更改型号编号末尾的英文字母。人类革新联盟以字母 A 开始，依次标记其 MS 的类型，且与实际应用类型无关。A 为陆战型， B 为双座式驾驶舱的陆战型， C 为高机动型， D 为双座式驾驶舱的高机动型， E 为宇宙型， F 为双座式驾驶舱的宇宙型。但也存在以类型英文缩写字母为编号末尾的特殊情况。铁人是陆战型，以沉重的重量和较低的机动性为代价，换取来厚实的一碳装甲，提高其防御能力。优秀的出力使其可装备超重型兵器。铁人是共有3个一碳盾牌，肩部各一个，左腿部一个，令铁人是拥有非常结实的防御力。尤其是在其他2家 MS 都主打一个纤细瘦弱的情况下，和这些豆芽一比，铁人的正三角身材简直是历史。除了线条粗犷、身材壮硕、装甲厚实之外，铁人也没少增加辅助防御。肩部的一碳盾牌用于保护手臂，左腿部的一碳盾牌稍显更大型，用于保护下半身和关节部位。铁人的武装与其他联盟所使用的正在过渡到光束兵器的等离子兵器相比更为老旧，但其简单的设计与易于生产的特点使其极为可靠。其主要武装200毫米乘25口径滑膛炮安装在前臂，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弹药来对应多种战况。在铁人式以右膝盖跪地射击时，其左腿部的一碳盾牌可以调整受攻击的方向，以此提供足够的防御。200毫米乘25口径滑膛炮也可以架在左腿部一碳盾牌上方的凹槽处，进行更为稳定的射击。在左胸部设有30毫米机枪的实弹射击武装，口径小、威力低、射速高，适合对付微小目标、防空与牵制敌人行动。主炮加机枪，人格连你还说铁人不是坦克？而充当近距离战主武器的碳素刀则由超硬碳材料制成，与手柄部位平行的梯形状刀片，不使用时收纳在腰部背面。该武器并不指望用刀刃割伤谁，而以期望利用铁人式高出力与高重量的特性，实现力大专飞，去粉碎或猛击目标，而非切割或切断。与其说是短刀，不如说是直虎。即使此武器攻击被目标以盾牌之类防御装备挡住，也可使目标完全失去平衡。此外，该型机也可以配备机枪和火箭筒的武装，甚至还存在着铁人对空型这种多炮塔神教狂喜的设计。而与铁人的外部造型如出一辙的是其内部构造同样复古，所有铁人均采用了相同构造的驾驶舱结构，这方面驾驶员可以在不同型号的铁人之间实现无障碍换乘。除此之外，铁人可能是拥有放眼全高达系列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的独特驾驶体验。首先是全周天驾驶舱的反向升级版全封闭式驾驶舱，整个舱室内不存在一块显示屏，充分保护了驾驶员的视力。不过这又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驾驶员总不能像2战开坦克一样从窥视孔观察路况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铁人提供了一款头戴式护目镜显示器，外部图像和数据就会传输回馈到护目镜的显示器上，而驾驶员只需要通过眼球或者头部的轻微移动就能输入预设的指令。同时在头戴式护目镜显示器的嘴部有一条数据线用于连接系统交互数据，所以铁人的驾驶舱特写才总是一副 VR 游戏体验式的模样。只不过这种一点外面风景都看不到的设计，对幽闭空间恐惧症患者来说还是过于折磨了。除此以外，铁人独一无二的驾驶体验还体现在另一个设计上，那就是机体的驾驶舱采用了站立式设计，完美还原了2战时期坦克车长席的乘坐体验，甚至连驾驶舱舱门都是垂直设计，再加上整体方正棱角鲜明的线条，以及继承自扎古的独眼加墨绿配色，也难怪铁人虽然其貌不扬，却仍然有一群忠实拥趸。
就铁人这个内饰，不知道的还以为人格连准备打柏林。而在动画的故事开始时，各种型号的铁人士依然在人格连部队当中，作为主力地面与宇宙用机体大量服役。尽管铁人士的技术在当时的时间点已经过了10年以上，单纯比较起来，就是在技术上落后其他国家联盟10年，其在机动性上与他国的 MS 相比有很大的劣势，甚至被其他阵营认为是活动的棺材。但这绝不代表人格联军的开发能力比较低，纯粹是因为对于 MS 开发和运用看法不同。人格联的策略便是不盲目追求新技术，而是优先考虑长期使用同一设备所累积的相关技术，以长时间使用相同的机体技术的获益为优先，而这带来的结果便是生产性提高、整备工作效率化以及大量技术熟练的驾驶员诞生。同时，铁人式的故障率也比其他联盟阵营机体低4成，而且整备速度更是短暂到只需别国同行1/5的时间，并且在机师的培训时间、机师的熟练度等方面均产生了正面影响。其实说白了，就是带来了爆兵更快、修理时间更短等增益 buff。可能在战斗上，铁人有时候会因为性能缺陷，因此人格连宁愿基于现有 MS 来改造延伸机体，令铁人是拥有众多能够应用于不同战场和任务的改进机型，其中包括在腰部装备水平展开式的可变翼，腿部内装载了推进用喷射引擎，让机体可以获得短暂飞行能力的高机动性，令机体物理意义上摸不着头脑。在原本头部位置安装上一门300毫米乘50口径滑膛炮的远距离炮击型，还有整体涂装改为少女粉色的全领域超兵专用机铁人桃子，只不过其他铁人在需要进入宇宙时，就需要换成对应的宇宙用型号了。宇宙型铁人身上的改动包含横跨身躯的9个推进器，尽管重量超过120吨，但具有优秀的机动性。腿上分别装有水槽作为推进器，本身可以作为劣质的盾牌使用，也可以脱离遮挡敌人的火力攻击。通常每条腿是配备1个水槽，也可配置多个水槽，实现长距离行动。同时，宇宙型在武器搭配上与陆地型无异，只不过根据宇宙战的需要，追加了一些额外的辅助装备，比如右胸设置了碳线发射器，由1碳制成的线前端有火箭推进锚，可用于缠紧、捕获、拖拽敌方 MS， 具有很高的韧性。前臂上部可选配4管装的凝胶发射器，可发射由火箭推进的胶囊，接近敌方目标后发射凝胶，凝胶在接触目标瞬间会立刻固化，通常瞄准目标关节、活动部件和推进部位来限制目标活动。那么铁人这种稳健的复古设计，您喜欢吗？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